经过前3期强交锋的推荐金曲角逐，天赐好歌再度掀起夏日音浪。本周节目迎来了新老朋友杨宗纬、周柏豪、罗云熙、高睿、王艺恩。本场6组音乐合伙人依旧通过先声夺人的环节，完成了出场顺序的选择。正式舞台依旧采用逐轮对决、胜者狩猎的车轮战模式。前一组演唱结束后，下一组登场发起挑战，由声音鉴赏团现场合议，选出本轮待定金曲。之后每一组登台都将挑战上一轮的待定金曲，直至决出最终的推荐金曲。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浙江卫视联合东部战区推出强军战歌，有请王铮亮。天边浮起摇曳的剪影，忽而听得身后战车急切的轰鸣，抬眼望击扶摇冲天如龙的航迹，长剑为焰烧刀持杆城下望延平，红船侧畔千帆堤岸，战舰扬帆起锚，初心如炬，使命召唤，功夫时代大考。联合利剑，淬火利兵，争夺分与秒。战友兄弟，抚平心跳，忌惮东方雨晓。战旗响，党旗报告，时刻听令，准备好。不惧浪险风高，识破万千阻挠，只等令箭冲天，群楼震海长啸，剑锋所向势如潮，驰骋东南人笑傲。瞬息江河，时风雷电人，烈风呼啸。无人破障海天，左脚直达每一个坐标。树枝不能为我之类站立，连接外挠。平湖东南守望宝岛，随时迎你入怀抱。战旗响，党旗报告，时刻听令，准备好，不惧浪险风高，识破万千阻挠，只等令箭冲天，群龙震海长啸，剑锋所向势如潮，驰骋东南人笑傲，人笑傲。战旗向党旗报告，一曲唱罢，热血沸腾，铿锵有力，唱出的是忠诚与热血。我们也邀请到这首歌的演唱者王铮亮，跟我们来聊聊这首作品背后的故事。能够演唱这样的一首作品，我感到无比的荣幸和自豪。先辈们的热血守护着国土，如今呢，新时代的军人们又接过了这个使命吧。这份跨越时空的坚守，也是整首歌曲最厚重的底色。最后也想请王铮亮借这首《战旗向党旗报告》，向奋战在一线的所有战区官兵和所有的观众朋友送上你的寄语。好，那么首先呢，向东部战区的全体的官兵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感谢你们的日夜坚守、默默的奉献，用忠诚和担当守护着国家的安宁。
那么也希望这首《战旗向党旗报告》能够让更多的人读懂人民军队听党指挥、矢志打赢的信念。愿山河无恙，家国团圆。谢谢大家。谢谢王铮亮，一曲战歌，一份赤诚，铭记初心，致敬强军。天赐健康瑰宝滋养音乐新生，欢迎收看浙江卫视大型励志音乐节目《天赐的声音》第7季，我是主持人陈焕，向每位热爱音乐的你问好。本节目由好虫草鲜着吃的东阳光鲜虫草独家冠名播出，有请我们的音乐合伙人拿起你身边的东阳光鲜虫草，一起来我们的开工第一口鲜，为自己的舞台加油助力。第一组即将登场的是黄子弘凡、姚小棠，加油！我们上一季也有合作过一首歌叫《一点》，我看大家都有很喜欢。我觉得《一点》是青春快乐，然后出去 happy 的那种感觉。那这次呢，我来点不一样的，这次就是有一点点的拉扯吧，就一个很有氛围感的一首歌。究竟你要陪我爱到第几打，好到哪一层才承认爱已救不了往下坠的人。怎么说？这次跳舞吗？哇，对啊，我们这次要展示一下黄子说的那提升了20%的舞技到底突出在哪里。我今年这舞蹈水平提升了20%啊！这歌中间就要再加一些复杂的舞蹈动作才行，才能会有更有那种味道。哒滴哒哒。等一下，大是在哪？难道我非要有吗？难道非要有大？哦。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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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进你的手。现在前后，然后马上照进你的手。哒哒哒哒。啊。就说实话，这种舞蹈挺难的。就我现在属于是一个刚学了一些小的舞蹈之后，我的肢体开窍了一点点。那20%它只能让我再跳起来，看着不像是在打拳。然后再来一遍。我们需要去练好多遍，尽可能把这个画面做出来好看，然后同时呢配合很默契呢，我觉得这个就需要下很多功夫。这次跳舞发挥了我全部的功力，就希望在舞台上会给大家带来很亮眼的表现。难道我非要有第三种人称，第三个吻合？带着3分表演的热吻，掺了一丝真心的权衡。我爱你这字眼说来虔诚，可沉默又未免残忍。你不笨，大约猜到几分？当我在爱情里走神，夜车上公寓里短暂的过着失去的另一种人生。难道我非要有第三种人称，第三个吻痕，非要做贪心的坏人，游荡着安稳，走进你的伤口，表情仍能装作很天真。究竟你要陪我爱到第几道，好到哪一层才承认爱已救不了往下坠的人？我的不甘你来见证，看谁更心狠。带着3分表演的热吻，尝了一次真心的谦和。
我爱你这字眼说来咸纯，可沉默又未免残忍。你不笨，大约猜到几分。当我在爱情里走神，一车上公寓里，短暂的过着失去的另一种人生。难道我非要有第三种人称，第三个吻痕，非要做贪心的坏人，游荡着安稳，走进你的伤口，表情仍能装作很天真。究竟你要被我爱到第几道，好到哪一层才承认？爱已救不了往下坠的人，我的不堪你来见证，看谁更心狠。第三种人称，第三个吻痕，非要做贪心的坏人，游荡着安稳，走进你的伤口，表情仍能装作很天真。究竟你要被我爱到第几道，好到哪一层才承认？爱已救不了往下坠的人，我的不堪你来见证，看谁更心狠。不要笑，不要笑，不要笑！哎呀 ！Oh my god！ 其实黄子跟小唐不是第一次合作了，上一季的一点是 rapper 的一些尝试。对，这次偏 dancer， 偏，给大家看看那20%。是的，而且了不得，小唐，因为一个女生为一个男生剪头发只有2件事情。我最主要是我们是想 call back 一下，对 call back 一下去年的这个感觉嘛。对。太喜欢了，真的，就是我觉得好像从上一期开始，我说黄子男人味大爆发之后，这一次是真的很彻底的去展现。然后我非常喜欢一开头的那个清唱，舞蹈它只是一个画面的辅助而已，真正让这个舞台好看好听，还是因为2位的歌声。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小唐。只要一跟男生搭档，然后是唱比较有律动的歌的时候，他的那一种女人的魅力就会自然的散发。其实我感觉哦，你们很有可能会拿金曲哎。哇，才第一组哎。可能他们一出来就炸到我了，所以我觉得我有点被他们勾走了。谢谢陈琳姐，谢谢。其实我跟陈琳的看法有一点非常像，就是他们前面那个编排，等同于是整首歌里面我觉得最完美的地方。之前也跟小唐合作过，我觉得说他真的是有千万种无限的可能。然后黄子弘凡，我是第一次现场听他演唱，我觉得这个，哎呦，这个什么意思嘛？就是特别好的意思啊。这首歌很火，我觉得火在了大家喜欢它的某1、2句关键词，某1、2个意象，但是连接这些意象的所有的词，在我来看写的非常的差。这话可能不是给各位听的，
创作者，你们在写这样的歌，这么的优秀的歌手来唱你们的歌，我希望你们的作品能够打磨得更精到，让这样的歌手在表现你们的歌曲的时候，可以把他们的全部实力发挥出来。我会觉得这是一个歌手和制作人在给这首歌找补，或者说在弥补这首歌不足的这么一个舞台。好的，谢谢。哇，今天感觉怎么样，宗伟哥？我今天这首歌难度不小，想要完美演绎还挺不容易的。那赶紧试试你身边的东阳光的冬虫夏草纯粹含片，它可是我们的必备品哦。7倍虫草精华，100%优质的冬虫夏草原料萃取，营养是超级丰富。小小的一颗，携带方便，随时随地都能够吃，状态好了，嗓子也就松了。小小一颗，大大能量，待会上台更有底气，高音爆发，通通掌握。让我们有请第2组音乐合伙人杨丞琳、艺人。欢迎来到《陈琳有约》。我今天要专访的人是，这样你有点紧张。真的？对。哦，对，OK。你好，好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艺人。看起来一点都不嚣张，并是把嚣张唱成紧张。他们说你在幕后待了6年的时间，就是你已经让大家听见你的声音了，可是却一直不让大家看见你的人。是的。之前参加天赐的声音盲盒歌手，其实当时我是完全属于素人状态，然后也从来也没参加过就是这种大型演唱活动。我当时来这个现场，就是彩排的时候就已经心跳的受不了了，对吧？其实让我自己唱吧，我还不咋紧张。这一整合唱，这就又开始紧张了。这就是，被你牵着的手是不可能的画面。这首歌叫《失眠》，你有失眠过吗？我有啊，其实我这几天我就失眠了。真的？我说实话，我们合作这首歌，其实我有点压力挺大的。我觉得你一定要放轻松。虽然我自己本身对舞台也是很紧张，但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很在乎。但是说到底，舞台就是令人兴奋的，并且也不太确定今天自己的表现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感觉还是蛮可贵的。但是建议今晚不要失眠，因为明天要演出嘛。没有，我今天晚上回去还得好好练练。Sorry。你不要紧张啊，试着再多试几遍。你要不要到时候就这样子蹲着唱歌蛮好看？你如果会比较舒服。其实我真练了，我练好几天了，但是我上去吧，就紧张了，然后那和声就卡壳了，就唱不出来了。可能彩排会让我不是很确定我们的舞台会如何，但是我知道他是一直在练习的。我会知道是因为我房间都听见了，我不知道他住在哪一间，但他唱的真的很大声，到凌晨都听得到。所以我觉得无论我们的舞台怎么样，他有努力有尽力，不是放弃，这才是重点。抓个睡眠夜，想不起你是谁。品尝过爱情的香甜，我舍不得喝水。人总是疯癫，不惜牺牲一切，却只为了换一次拥抱爱的机会。被你牵着的手是不可能的画面，拥有你的时间已经不可能倒回。
我觉得冒险。你说爱我太过浪费，太过狼狈，太过愚昧，都是我一厢情愿。尝试过爱恋，尝试过缠绵。小小的，要不要再来一遍呢？抱歉，抱歉。刚才那个舞台就是2位的呈现舞台。其实伊恩也是我们天赐的老朋友，这一次他又回归了，来到天赐的舞台，我们再给他一点鼓励的掌声和欢迎的掌声，好不好？经算法检测，本次表演存在重大失误，建议不计入金曲考核。刚才我看到这一幕，我想对这个伊恩说，我出道23年，我现在都还紧张，你怕啥？唱 live 嘛，肯定会有失误的地方，否则听 CD 就算了，是不是？你 OK 的。我给你点压力，因为我觉得，如果跟一个音乐人说没事的，你下回就好了，这对很多人不公平。凭什么你站在这儿，而不是那些比你唱得好的人？所以我们今天，我想让程琳告诉你一些事情。程琳因为在综艺过后受到了一些恶评，2年没有回到音综的舞台上。我想问问程琳，什么样的勇气让你重新站在这个舞台上？因为这件事情可能是能帮助你，也能帮助他的。因为我过去一直以来就出道时间真的超级长，就是26年了，所以过去会一直觉得我要挑战自己，我希望我每一步都是踏出舒适圈的，所以我当时也接受了那个很艰难的挑战。虽然其实我内心深处也会告诉自己，直播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时常都在遇到，所以我也会尽量的让自己建立平常心。但是确实有时候你想的太多，你太想要做好，其实最后它突然之间可能就会完全达不到你的预期之外，还会超出一个你从来觉得自己没有听过的一个状态跟表现。对，那为什么有勇气在演唱会以外再来去面对所有的观众，甚至这个舞台还需要面对乐评老师们的一些指教？我觉得初衷还是，我觉得突然很想哭，为什么啊？快点去抱他，快点去抱他！为什么啊？为什么我要哭？天哪！站起来，站起来！没有，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很简单，它就是很单纯的，就是我如果因为害怕或要保护自己，我就会少了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机会。对，所以
虽然我跟伊恩合作的短短2天之内，我不断的在鼓励他，然后不断的在告诉他他可以，告诉他不要怕、不要紧张什么的。其实，我觉得也是因为他让我觉得我不可以害怕。我觉得这个都是磨练，就是出道这么长的时间了，我还是经历很多的第一次。因为你只要是有任何演出的舞台，它都有可能有很多你需要克服的东西。我觉得我们不管在这个舞台我们能够留住多久，但是我想很单纯的话，就是我太喜欢表演了。我看见自己在慢慢的把这些丢失的东西找回来。其实我每一次都是很期待录制，我觉得我好像在每一次的录制就把这一块属于自己的拼图又拼回来了。我好像录完整个节目，我可以把自己重新拼完整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会很期待。你很棒。应该是今天他第一次，然后在公共场合，然后公开说这件事情。对，所以我希望，通过公开说了之后，然后他能够跨过去。对，希望他然后能够赶紧站起来。对。对啊 ，BB 真的经历过我还对舞台挺有自信的时候，然后一路到现在的状态，我觉得他是一路看着我的，然后我也都有告诉他我的心情，所以他真的很了解。刚才程琳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非常精彩的真情流露，我觉得这是你一辈子真正的值得的保留的记忆。但我觉得既然已经来到天赐了，你又是在天赐的舞台上出道，我想问一下燕，你愿意跟陈琳再一次在这个舞台上完整的演绎一下那首歌吗？这个给机会是我们尊重音乐人本身成长的必经之路。现在吗？就现在，你可以接受或不接受，因为刚才其实大家都说了，你未必一下子能走得出来，但是我们给这一个舞台的机会。有机会就是最棒的，你要吗？你们商量一下，然后给我个结果。我还是很紧张，我怕又唱垮了。而且那个音真的很难进哎。要不然他就 keyboard 给一下前面。我觉得他现在再来没办法。如果再失败，对。我们都没反应过来他怎么转的，他是硬转了2个 key， 再加上我觉得伊恩他可能对视唱练耳逻辑他不是太懂，他靠感觉，你懂吗？这个最怕是这个，靠感觉来唱。你今天这顿唱对了，你下顿就唱不对了。你紧张了，你的逻辑是不一样的。我们刚刚热烈的讨论了一下，伊恩，你其实是一辆跑车，但是你对你自己的声音认知度不如20%。最后还是失眠这一句的时候，失眠2个字，其实你用了一个很漂亮的混声，这个混声是你的2档，但是在每一次进入到你自己要唱的时候，特别是和伴奏的时候，你好像找不到那个2档的声音。你在尝试过前面3个字的时候，帮我试着用鼻子留一下气，这样走，然后唱这一句试试看。尝试过爱，尝试过爱恋，尝试过缠绵，最后还是失眠。OK， 好多了。所以你这辆跑车，你可以有1档、2档、3档、4档。当你可以熟悉在一首歌曲里面不断的切换档位的时候，你也可以像陈琳姐一样，今天站在舞台上非常自信的演唱。所以燕，你愿意跟陈琳再一次在这个舞台上完整的演绎一下那首歌吗？接受吧。燕，来，我们给他掌声的鼓励，加油！加油！
抓个失眠夜，想不起你是谁。品尝过爱情的香甜，我舍不得喝水。人总是疯癫，不是牺牲一切，却只为了换一次拥抱爱的机会。被你牵着的手是不可能的画面，拥有你的时间已经不可能倒回。爱情像纠结的冒险，你说爱我太过浪费，太过狼狈，太过愚昧，都是我一厢情愿。尝试过爱恋，尝试过缠绵，最后还是失眠。脆弱无助的黑夜，都是你留的恋。我尝试过亏欠，尝试过敷衍，最后还是失眠。忍住怀念，却清醒过一整夜。牵着的手是不可能的画面，拥有你的时间已经不可能倒回。爱情像纠结的冒险，你说爱我太过浪费，太过狼狈，太过愚昧，都是我一厢情愿。尝试过爱恋，尝试过缠绵，最后还是失眠。那脆弱无助的黑夜，都是你留的恋。我尝试过亏欠，尝试过敷衍，最后还是失眠。忍住怀念，却清醒过一整夜。我尝试过爱恋，尝试过缠绵，最后还是失眠。让雨填满的黑夜，是戒不掉思念。我尝试过亏欠，尝试过敷衍，最后还是失眠。忍住后悔，却忍不住又想念。忍住怀念，却清醒过一整夜。我觉得太紧张了，现在心脏还砰砰跳，这都能听见，我就发现。他都忘记心脏长这边，他怼这边。就对我来说，就是我手都在抖，语无伦次了，开始紧张了，我手都在抖。就是我说实话，确实我就是压力蛮大的。就是以前在电视上看到的喜欢的歌手站在面前，然后还一起唱一首歌，我感觉哇好夸张。我觉得程琳姐就是特别暖心。从昨天彩排的时候，我一直很紧张，因为紧张，然后唱的不是发挥的不好嘛，然后程琳姐一直在那儿鼓励我。其实这都是很好的经验，所以我也希望就是伊恩他过去，就是他过去他经历的东西，包含他现在正在经历的，我相信都会成为他未来非常好的养分。我想帮伊恩来这个回顾一下。你是什么时候出道的？正式出道？5月30号，去年。应该就是去年录天赐的时候，去年天赐。所以我在分析说你为什么这么紧张，因为这是你出道的地方，这是你的第一次汇报演出，所以你格外的在乎这个舞台。刚才在台上你坐在那儿，其实没有到你唱的时候，你手一直在放在这儿，那种感觉好像我在听在你自己在跟心脏说：“死心脏别跳了。”
就是那个状态。其实那一刻我是觉得有点心疼的，因为毕竟是看着你在这个台上出道的，但是有心疼，当然也有对你的要求。可能这1年你非常辛苦，非常忙碌，但是要找出时间要去学习。明年我们第8季的时候，我希望你带着一个非常完整的舞台回来，好吗？加油，你。然后另外，我觉得我要夸一下程琳，因为讲实话，紧张这个事情是非常传染的，但是程琳是牢牢的定在那儿，她没有受你的影响，所以今天这个舞台，我觉得这也是程琳彻底走出来的一个舞台，加油！谢谢伊恩，谢谢程琳，稍作休息。谢谢。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组音乐合伙人发起挑战，让我们欢迎周柏豪、欢子。Hello， 哥，好開心。歡哥你好。今次合作好開心啊，同你。廣東話不知道怎麼講。再國語吧。對。上次祖兒姐在天賜上唱了《愛情轉移》。我們這次就唱《愛情轉移》的粵語版。我覺得這首歌它的內容真的是用最詩意的言語，說最殘忍的話。這首歌的重心就是遺憾，沒辦法走在一起，愛而不得。對啊，你很想擁有這個人，但是你知道這個人不能夠擁有，必須要跟自己說你享受過這個跟他一起相處的一個過程就好了，就好像一個風景一樣，你不能夠帶走它。有啲難度，難啊！你唞氣位要設計一下。這首歌曲絕對是灣區最經典的歌曲之一吧。改編這個歌的時候，對我們來說是很困難的。你把它的旋律改了也不行，改一些風格也不行，因為它太深入人心了。所以呢，我建議用這個尼龍弦吉他來彈這個主旋律。因為尼龍弦它有一點偏古典的味道，它的質感也是略帶一種傷感。然後中間我們也做了一個升 key， 有一個情緒的推進吧。最難的經典，經典肯定是一個經典，這個沒辦法去替代它的。但是我覺得擁有一個周柏豪跟寬子這個版本也是一個好的事情吧。先养补给站充充电，请给我来一份招牌，要仪式感拉满那种。马上到，东阳光鲜虫草，请品尝。可以看到它根根精选，形态饱满，而且呢入口鲜甜，活性足，营养够，全年新鲜值够，可以品鉴一下。入口鲜甜，既有营养又不折腾，这样鲜着吃可真方便。吃完感觉嗓子都润了，清清爽爽的，感觉整个人都静下来了。这股新鲜劲儿把后场的焦躁抹去，真不错。没错，我们东阳光鲜虫草鲜养补给站呢，随时营业，不止后场，任何时候需要状态提一提呀，都可以来嚼一根，让好的状态不断电。当然啦，也要祝我们的2位今天满分状态迎接比赛，加油！似雪花，飲泣的你凍嗎？這風褸我給你磨到有金花，連掉了職也不怕，怎麼始終牽掛？苦心選中今天想車你回家。原諒我不再送花，傷口應要結疤，花瓣鋪滿心裏，墳場再害怕。
若你非我不嫁，彼此終別火花，一生一世等一天需要代價。誰都只得那雙手，靠擁抱亦能任你擁有。要擁有必先懂失去怎接受。曾沿着雪路浪遊，為何為好事淚流？誰能憑愛意要富士山私有？何不把悲哀感覺假設是來自你虛構？試管裏找不到它染污眼眸。前塵硬化像石頭，隨緣地拋下便逃走。我絕不罕有，往街裏繞過一週，我便化烏有。情人節不要說穿，只今呼你發端，這種姿態可會令你更心酸？留在汽車裏取暖，應該怎麼規勸？怎麼可以將手腕忍痛劃損？人活到幾歲算短，失戀只有更短。歸家需要幾里路，誰能預算？忘掉我跟你恩怨，櫻花開了幾轉，東京之旅一早比一世遙遠。誰都知得那雙手，靠擁抱亦能任你擁有。要擁有必先懂失去怎接受。曾沿着雪路浪遊，為何為好事淚流？誰能憑愛意要富士山私有？何不把悲哀感覺假設是來自你虛構？試管裏找不到它染污眼眸。前塵硬化像石頭，隨緣地拋下便逃走。我絕不罕有，往街裏繞過一週，我便化烏有。誰都只得那雙手，靠擁抱亦難任你擁有。要擁有必先懂失去怎接受。曾沿着雪路浪遊，為何為好事淚流？愛意要富士山私有。何不把悲哀感覺假設是來自你虛構？試管裏找不到它染污眼眸。前塵硬化像石頭，隨緣地拋下便逃走。我絕不罕有，往街裏繞過一週，我便化烏有。你還嫌不夠，我把這陳年風流送贈你解咒。好唔好聽啊？好好聽啊！让我们把掌声送给柏豪，送给欢子。我觉得柏豪他一张口啊，他就是很浓郁的那个港味儿，对吗？就是那个味道就对了。后来欢子在加入的时候，这首歌就是有加深的力量。全程我都是面带微笑的去听这首歌，我觉得下次去 KTV 也想找二位来唱一下。对。就这首歌刚出的时候，它其实是有2个版本嘛。我最先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是听到的这个粤语的版本。哇，好想听哦！跟我们现场来一段好吗？期待，期待，期待。難道遇遍是樹花，任一地你懂嗎？這風褸我給你磨透要更花，連掉了這也不怕，什麼始終牽掛，苦心酸中更添心車你回家。原來我不再送花，傷口仍要結疤，花粉鋪滿心裏墳場才害怕。如若你非我不嫁，彼此終必火化，一生一世等一天需要代價。是真會，他是真會。不標準，不標準，不標準。很好了，有一句你唱的時候，我以為真的是廣東話。
就感觉真的唱得出100分的广东话。不敢不敢。首先说柏豪老师，他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其实非常擅长运用的是气声的唱法。比如说第一句“冷楼雨萍似雪花”，这个“发”字用到了叹气式的唱法。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用虚和实的交替，能感觉到一个男人内心隐忍的克制。然后我们说欢子老师。粤语是欢子老师的舒适区，你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的共鸣位置保持的都非常非常的统一。尤其是我最喜欢的是最后那一句“我绝不肯有”，那一刻我好像感觉到一个深情的男人的内心。谢谢。我觉得这一次选歌，我觉得欢子也选对了，因为这首歌非常适合你的声线。我觉得不管是那个音高，还是整个节奏的进行的状态，都非常适合你。所以从这个作品来讲，我觉得它算是翻唱版本里面算是比较好的一个版本。谢谢。接下来有请建英团老师现场合一给出结果。我觉得第3个吻痕更好。经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我宣布本轮待定金曲为《爱情转移》粤语版。哇哦！恭喜周柏豪，恭喜欢子！谢谢大家。谢谢2位，稍作休息。接下来发起挑战的下一组音乐合伙人是杨宗纬、周笔畅。Hello，PP， 好久不见了，真的好久不见了。今天我们的合作舞台是阴天嘛？对。其实这首歌在当年已经很风靡了，那时候完全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曲风，像莫文蔚 Karen 的嗓音，大哥的词曲，方方面面都是登峰造极所结合起来的一个作品。他这张专辑是99年发行的嘛，相隔快要30年的歌曲。因为我看到就是说，大家现在所关注的点不太一样。以前听阴天是在听爱情，现在听阴天听的是聚会散场，好友渐行渐远。啊，我们以前想起的都是直接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对不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歌曲真的魔力很妙哎，在每个年代它会有不一样的区隔。哇，我师父他制作一张专辑很有态度。其实那时候我在北京，就是大哥磨这张专辑，大概也磨了快3年了，每一帧画面我都很难忘哎。他永远就觉得我的这个 groove 不好，他就会拍着我大腿，就是拍得很用力，有点恨铁不成钢，就是你怎么不懂？因为单身的缘故，就是他会这样子。结果唱到现在，我敢保证也没有人能翻唱这首歌，因为我的 groove 已经非常接近李宗盛的他要求的那个拍子，对。还有大哥录音嘛，他就不装冷气啊。他说装冷气会录到那个声音。离开北京的时候就打个电话给他，然后电话一放下，然后就放声大哭，从九仙桥798就一路哭到北京首都机场。然后那计程车司机就说：“哎，兄弟你怎么了？你不要给我闹事啊！”这样子这样。我明白你那个哭的点了，就觉得那个日子好像哎呀，突然一下就结束了。对，就结束了，觉得说哎，看似很长也没有。当然，原先的很经典，但是在这首歌曲的改编上，我们加了 soul 或者 jazz 一点的感觉吧。而且我们想要唱的是没有到那么阴天的感觉，人总要向前看的。希望我们演唱的这首《阴天》可以走出我们的一条路。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寂寞的无聊消遣？香烟映成一滩光圈，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傻傻两个人，笑得
多甜。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以为热情它永不会减，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点倦。也许像谁说过的疼得无用，我该应了谁说过的不知检点。总之那几年感性了理性那一面。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恨情欲里的一点盲点，不至于出那么明显。女孩统统让到一边，这歌里的细微末节就算都体验，若想真明白，真要好几年。回想那一天喧闹的喜宴，耳边响起的究竟是序曲或完结篇？感情不就是你情我愿，最好爱恨这平两不相欠。感情说倦了，一人挣脱的一人去捡。男人大可不必百口莫辩，女人实在无需楚楚可怜。总之那几年，你们两个没有缘。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寂寞的无聊消遣？香烟晕成一滩光圈，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这首歌应该是1999年，27年前的一首歌。没错。所以我想问一下二位，你们第一次听《阴天》这首歌是何年何月何地？我印象很深刻，我在咖啡厅打工。对，然后那时候其实是一个音乐爆炸的时代，那时候陶喆啦、顺子啦，然后当然还有 Karen 这张专辑。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喜欢唱歌，可是我那时候唱歌都不太敢让人家知道。这也可以分享给伊恩。我第一次去参加那个校园的比赛嘛，就他还不让我唱，我唱那个林志炫的《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这样子。他不让你唱的原因是？就是输了你就破音了，他就不要，然后就叫我出去了。对，哦，你也曾经破音过原来？当然。哦，对，所以伊恩没有关系了哈。杨宗纬都破过音了。哦。比比姐跟那个宗纬哥，他们两个的嗓音会给人那种充满了故事，但是又会让人很放松，一下吸引你们所有人的注意力。这一次，他们两个的这个无比默契的配合，其实又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天气的阴天。超喜欢这个舞台，金曲舞台耶！好，接下来光光到你了。从歌曲维度来看，原版《阴天》作为华语乐坛经典，全网累计播放量已突破45亿。
杨宗纬上次全网爆火是演唱《若月亮没来》，情感细腻度、气息一直是其强项。此次演唱的情感穿透力评分达到惊人的98分，将歌曲中细腻入味的忧郁感演绎到了教科书级别。周笔畅则展现了极强的技术稳定性，全曲音准偏差几乎为0。他在副歌部分的爆发力不仅没有破坏整体氛围，反而将情绪推向了新的高潮。两人合唱时的和声融合度更是达到了完美的99分。我现在想要听一下两位的无伴奏原声，哪一段呢？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恨情欲里的一点盲点，呼之欲出那么明显。女孩，统统让到一边，这歌里的细微末节，就算都体验，若想真明白，真要好几年。我特别喜欢宗纬哥说和唱的结合，特别是其中有一句叫做“女孩”，然后有一个长长的叹息，感觉是语重心长的对一位女生说的话。那比比呢？我觉得在这个表达当中呢，房间的间字用了一个房间，一个小小的气泡音。特别像是我一整天没有说话，关在房间里面，然后突然说话的感觉，有一点点粗粝感，所以这整一个都是非常非常冷静的表达，也符合今天我看到在台上好像在不同的2个房间里面互相演绎自己内心的成年的成熟的都市男女。谢谢。怎么这么成熟啊？哦，是读懂你们了吗？年龄也到了吗？啊，有没有读懂你们？还是已经？我不想到。首先，我们先从这个作品来说，在这首歌里面分词，我会认为出了问题。A 段，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点倦，然后比比进来了，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无厌，活该应了谁说的不知检点。总之那几年感性赢了理性那一面，它其实打断了宗纬的诉说。然后在中间2段很多副歌的2个人穿插的时候，这个2个人的情绪实际上一直在反复的2个频道里面频繁切换，因为一个人只唱1句，那这个对话在前面的诉说段里面，我觉得歌声的情感的塑造不足，所以就导致我在听这个歌的时候会有一些出戏。我觉得就是因为原本那一首歌里面，然后是那个人还在那个 emo 的那个情绪里面，但是我们2个，然后现在的表达，然后是我们可能走出来了，然后再回想当那个时候的那个可能有一点自嘲的那种感觉，对，所以我不知道我这样解释，然后再给你去回想我们唱的这首歌，然后会不会那个意思感觉是一样的？坦白说，梁元老师在指出这个问题之前，我没有这样的感觉。对，我觉得这首歌它之所以可以27年了，大家还是会不断的想要听。当然有词曲的部分，可是还有莫蔚本身他自己的表达。而我觉得宗纬和比比的表达我也很喜欢。我听他们唱歌，看他们表演，我就是觉得好自在，好舒服。我觉得耐听耐看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种作品风格，所以今天2位的我就是超级爱。接下来有请我们建英团老师现场合影，给出本轮的待定金曲。我觉得阴天更好。中场时刻补一口东阳光鲜虫草，随时随地新鲜滋养。好的声音也需要好的能量支撑。经声音鉴赏团一致核定，本轮的待定金曲是《阴天》。让我们恭喜杨宗纬，恭喜周笔畅，谢谢2位。稍作休息。接下来上场挑战的音乐合伙人是，让我们掌声欢迎黄霄云、罗云熙，加油！
天赐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云熙，我是一名演员，同时呢也是一名歌手。我最早出道就是以组合的身份出道的，也是后来才渐渐地踏上了演员这条道路。后来因为自己就是喜欢唱，从小就喜欢唱，然后呢就通过自己的唱片公司发行了自己的首张专辑、第二张专辑。没办法，就是这个天生身体里边就有这个喜欢音乐的基因。Hello， 肖云。Hello， 云熙哥。我一直觉得肖云唱歌唱得非常非常的好。谢谢。然后呢，当年那一部《长月烬明》。长月烬明。对，然后肖云也唱了一首 OST。在参加天赐之前，就和黄老师有很多的接触，所以这一次其实并不算陌生吧。这一次给大家带来了一首《桃花诺》。一花一树一滩涂，花树这种具体的东西，然后用滩涂来形容，就把这种情感的交融，用一种非常美的文字把它结合在了一起。这就是只有咱们中国古汉语才能够达到的这种意境的美。我非常喜欢我们两个人的中间的那一段吟唱，我觉得应该会很有画面感。但是你知道吗？对于我来说，就是我知道他早就在微信跟我说，他说这一段你能不能自己唱啊？他觉得太高了。那我觉得你真的唱得很好，要相信自己，到时候播出了，大家肯定都会夸的。好，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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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熙哥呢，他是一个很认真的人。然后这首歌当时定下来之后，其实也是我主动去找他的，觉得云熙哥啊，我们这个地方可以这么唱。然后我那条语音发出去，哇，炸了！然后就好多60秒他发了，他会问我一些对他有难度的一些问题吧，很认真的一位哥哥。多走几遍，享受，就慢慢找到感觉了。双人合唱这个领域对我来说会有一点点挑战在里面，但是我会去突破这种挑战，让自己越来越游刃有余，越来越好。这次和黄老师把我和他的这个全新的版本带给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吧。肖云，你一般上场前会干些什么呢？我会闭上眼睛，深呼吸，清空大脑，保持好状态。大家都说啊，你的这个舞台反差感特别的大哈，请问你是怎么做到的？我觉得台上火力全开，唱到爽；台下嘛，做个爽人，状态良好就对了。那就来一口雪碧，续上你的好状态。喝雪碧，活出你的爽。账号交易上螃蟹，天赐邀你一起来组队。若坚决誓言，风吹云舒卷，岁月间问今夕又何年？心有许但愿，执念轮回过经年，弹指间繁花开落多少遍？这一世间般纠结，触动了心弦。下一世不知可否再见，留一片昙花纪念，了却浮生缘。眉目间还有我的思念，一寸土，一念木，一花一树一滩涂，情史中爱偏开在迷途。往前路，往旧物，往昔往里往最初，花淡淡留在爱你的路。
肩膀纠结，触动了心弦。下一世，不知可否再见。留一片桃花纪念，了绝浮生缘。眉目间还有我的思念，一寸土，一念不，一花一树一滩土，就执着爱偏开在迷途。往前路，往旧路，往心，往你，往最初，花瓣般留在爱你的路。牵着夙愿，来时路，一念桃花一过渡。那一年，借着时光再重复。听雨树，望天湖，人间寥寥情难诉，回忆斑斑留在爱你的路，留在爱你的和美五粮液，举杯共此时，干杯！欢迎罗云熙，欢迎来到天赐。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罗云熙。然后第一次来到天赐，非常开心，非常激动。其实之前云熙哥是我演唱会的嘉宾哦。哎呦，我觉得他对音乐真的，我觉得是我见过的跨界的歌手里面最认真的。我觉得他现在就是一位很专业的歌手。哎呦，不敢。所以云熙对于音乐是有自己执着的态度。对，因为我其实属于是自己从小就喜欢嘛。其实小时候我五音不全，但是我的爸爸用一个词来形容我，就是说我一不怕打击，二不怕挖苦。对，所以说就是我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我就会没有目的的去做。对，就是我只是觉得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自己特别的享受，所以说我就从小到大我都一直唱歌，虽然说可能唱的不太好，然后，但是我觉得这并不是就像刚才杨老师所说的，我们可能会恐惧一件事情，但是这个恐惧和我的喜欢相比较的时候，它不足为惧，它根本就什么都不算。对，所以我觉得一种热爱是一种能量，一种动力。罗云熙，我舅妈很喜欢你，对，他们是真的会约出来吃饭，然后去讨论小罗的。哦，不好意思，我跟我舅妈一起叫，她都说小罗，没问题。对，她是很谦虚的说啊，我们小罗就是在音乐方面很努力的在学习。可是我今天看到的是，不仅仅是敬业，我觉得是专业。我觉得非常佩服，尤其又是第一次站上这个舞台。还说是第一次合声，但是完全没有这种感觉。而且我跟小罗有一个相似的地方，我们都是出道的时候是组合，然后后来中间演戏。所以如果你真的这么爱音乐，你一定要累积更多的作品，因为你真的唱得很好，而且在唱将旁边还会觉得这个水准并没有什么落差，那就是真的很厉害。所以你真的很棒，我一定会等一下拿到手机就跟我舅妈说你爱对人了。不得不说，萧云，我下辈子也想要有你的声带。你的声带我要去研究，跨度很大，然后可以这么有弹性，既可以很实又可以很空灵，太强大了。谢谢姐姐，在我心中也是犹如金曲般的舞台。谢谢。
云溪的影视剧我有看，哇，她站在这儿就像是一个。我感觉我在看一个电视剧，你知道吗？对，就是他这张脸，我会离他远一点。为啥？因为他的脸头太小了。其实不瞒你说，我其实，在彩排的时候偷听到了他们的彩排，对我当时震惊我。就是下巴都要惊掉那种，我怎么可以唱得这么好？最打动我的是最后一段，它有一个漩涡的那个云呐、那个烟，就感觉要把2个人卷进一段在时空之外的那个故事一样，我觉得画面感特别强。我希望我们下一期的时候也有这种舞美哦，谢谢。还预定上，谢谢。接下来我们听听建议团各位老师的建议。我想和罗云熙说，我从3个方面点评你和肖云的这首歌。第一个方面是表扬，我们知道这个速度60到70的慢歌特别难唱，尤其是情歌嘛。那你的整个的节奏把控得特别好，没有抢拍，甚至有些尾音都落在拍子后面，这个是特别难得的啊，所以我要表扬你。那么第二个鼓励你是你的音色和乐感还有唱商都适合做一个职业歌手。啊，所以我希望以后听到你更多的作品。好，但是第3个批评，我也想和你说，因为这种合唱的舞台不是你自己的舞台，你要懂得避让。每到你给肖云唱和音的时候，你都在抢，反倒你身边的肖云他都在让你。所以我觉得天赐是一个合唱的舞台，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大家相互去合作，相互成就一个合唱的作品。谢谢老师。好，谢谢我们各位建议团老师的建议。接下来现场合议给出本轮的待定金曲。我觉得阴天更好。透心凉，心飞扬，活出你的爽，雪碧酷爽时刻。和雪碧做个爽人吧。接下来有请声音鉴赏团代表公布合议结果。经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本轮待定金曲为杨宗纬、周笔畅《阴天》。让我们继续恭喜杨宗纬、BB，也要谢谢2位的精彩的演绎哈。第一次来到我们天赐的舞台，有这样的呈现，已经非常了不得了。谢谢，谢谢。到目前为止，本期的待定金曲依然是由杨宗纬和周笔畅带来的《阴天》。接下来是最后一组音乐合伙人发起挑战，让我们掌声有请王铮亮、高睿，加油！特别的开心，跟瑞瑞我们终于在这个天赐的声音再次的碰面啦。我还想上次的时候我们碰到是在有歌的舞台嘛？对。超紧张，而且我其实发现这次来没有上次有歌那么紧张了。哦，不怕梁媛在台上怼你了？我不怕，我真不怕。哦，真不怕。可以，我觉得很好。放马来吧。没不。我觉得这一季我们选了一首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的歌曲。这首歌《希拉》，它居然是原唱啊！希拉。酒香不怕巷子深嘛。啊，原来有大同写了一首这么好听的歌曲，很温暖的，能够在天赐的舞台唱他的一个作品，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真的是的。这首呢，我也是非常有兴趣，我想我来做制作，然后我们的团队来编这首歌。好。R&B 其实是我在音乐最早的时候成长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吧。我的一些老的一些歌迷，他们其实就知道我唱 R&B 是非常喜欢的。然后我在比赛里面也唱过像《大城小爱》啊，《世界唯一的你》，其实都是比较偏 R&B 的。亮哥要自己改编嘛，其实我就很放心，因为我感觉他很懂我想要在这种 R&B 里面唱点小转音啊什么的。编曲一出，果然太好了 ，R&B 的慵懒的那种感觉，就让我很舒服。所以我在练歌的过程当中，我都是整个人都是很摇摆。
其实我们的转音跟原版会做很多不一样的转音，然后包括我们用的一些音色也是加入了有些偏电子的东西在里面，符合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听感，然后让大家看到我们改编的诚意，把这首歌曲呈现在大家的面前。为了今晚的舞台，让我们一起加油！每日先虫草，吃出好状态。来，干杯！干杯！挑战天赐舞台必须脑体状态全开，懂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配方全面，脑体双优。下面进入高能竞演时刻。挑战人到底多脆弱，不愿心动，从此沉默，紧随爱的线索，去失落，去试错，这就是生活。如果没如果，所有结果，我们只能注定错过。在未来再遇见的你，听我说，到时候记得说爱我。加入苦苦当成个标本，只为了安稳生存。我宁愿沸腾，我宁愿心疼，再打起精神，只怕幸福眼看完成。我的心却早已冰冷，我不要我冰冷。爱的线索总失落，会是错，这就是生活。如果没如果，所有结果，我们只能注定错过。在未来再遇见的你，听我说，到时候记得说爱我，到时候记得说爱。来，我们掌声送给王铮亮，送给高瑞，谢谢。高瑞第一次来到天赐的声音，欢迎你。Hello， 大家好，我是高瑞。对，高瑞其实跟我们台合作就是挺多的，之前的有歌，再到今天的天赐。哎，但是有歌那边有一位姓梁的老师，好像之前有过一些交锋，所以今天你会有一些带着心理负担来到这里吗？
完全没有，已经习惯了。现在说吧，现在说吧，一来就直接来，直接来了。对啊，直接来啊。哦，对，现在不像单依纯了。哎，啊，好，这是第一点，确实有点像林忆莲了。又像一个，但是我说的是一个进步啊。但是我今天想再强调一点，就是我觉得一个歌手，找到自己的歌路、声音特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到今天，在树立个人演唱风格这件事情上，已经有了一个长足的进步。很好，很好。表扬，谢谢，谢谢。我们现在发起一个小小的挑战哈，用一句歌词给我们转出尽量多的音。最后一句我们做一个那个延伸吧。好呀。就是到时候记得说爱我。就差不多，我算了一下，大概就是27、8个转音。好长。天哪，转得我晕头转向了。我们让小汤也来挑战一下。到时候记得说转了2个大转。我知道了，循环式转法，就不要停。那个哆，回到1级，不行不行，确实还是得看导航，不然转丢了容易。我一定要讲评，因为我跟亮哥第一期合作的时候，我给出了一首有一点 R&B 的歌，他们跟我说，因为亮哥可能比较没有在唱 R&B， 所以可以换一首歌吗？结果我刚刚听到的是什么呀？我刚刚听到是一个超级无敌完美、超越完美的 R&B 耶！他那个叫受不了。没有，我帮小杨哥解释。来了，小杨哥他只是不想跟你唱 R&B。对。我还以为说的好听的。不是，因为R&B其实是这样的，R&B 对我来说是一个我去探索的东西，去探索喜欢的那种表达。但是我觉得爱和那个多好，怎么啦？我当个金曲不好吗？没有，我当然觉得其实我们爱河的合作是很适配的，而且 R&B 太难了。但我以为亮哥是不碰 R&B 的，结果我一听完，我想说他的唱功非常非常的厉害。是真的，就是那个 pitch 音准，又加上还可以有情感，就是很厉害。在我心中，他就是一个老师的形象。谢谢陈琳老师，我这就是说陈琳老师。这是我第一次听高睿的舞台，就是如果你唱的让人家觉得嘿嘿我很厉害，一直在那边转，其实反而会很油腻。可是你转的让我觉得很舒服，我会一直愿意听下去。谢谢。所以这舞台我也觉得非常棒。然后亮哥，我记住了。你只跟别人唱 R&B， 我错了，我们下次那个对小阿一下。谢谢。接下来邀请我们建议团老师继续分享，有请光光。到时说爱我，本次改编在保留原曲情感内核的基础上，通过细腻的编曲层次，将旋律记忆点密度提升了15%。王铮亮作为情歌领域的标杆，气息稳定性完美复刻，展现了顶级的技术统治力。高睿全网数据较少，本次演唱他的声音穿透力数据优于同赛道歌手平均值20%。他在副歌高音区的共鸣控制与王铮亮形成了92%的高度和声融合度，堪称教科书级别的双人演绎。谢谢光光，小光光太可爱了。比比已经听完他们的这个舞台了哈，因为现在就在你们2首歌之间，会有一首推荐金曲，你的预测是？当然是我们呀。宗伟哥，同样的问题。那当然，这个我不敢造次啊，这个比比说的为主，留给建音团他们伤脑筋了。对，到底是王铮亮、高睿，还是周笔畅、杨宗纬？先告一段落，请2位稍作休息。好的。天赐的舞台永远会有惊喜。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天赐逐梦关张韶涵带来歌曲《
大小孩看得最远的地方。掌控着住摔破的腿，求生的草将地面撞碎，彼此的伤口在相对，掩饰着谁辛苦的狼狈。曾经的藤萝吹一吹，那一缕风此刻在陪伴谁？雨中高举的小花伞，滚太多泥巴，洗不尽的灰。不想再等着轮到我，排长长的队只为降落。出发的人总是焦灼，也许到达的人才洒脱。高原上稀薄的氧气开始降落，没学过的呼吸。我的到达还有很远，在学着真理，学着艰辛里。我不再问前路有多美，无论有多美都无法不悔。我不再问每一滴眼泪到底为什么可可到珍贵。我不过是一个小孩，膨胀身体注入伤悲。我有点疼，但我不再问人这对不对。我不再问风啊往哪里吹，会在何处停下拥抱枯萎。我仍是个小孩，缩着身体风似西北。路是天空，人群是树林，我会穿过去。无际的天，人群的风，希望着自己。现场的朋友们 ，Come on， 一起嗨起来！你是第一个发现我，越面无表情，越是心里难过。所以当我不肯落泪的转动，你会心疼的把我在胸口。你比谁都还了解我内心的渴望，比表面来得多。所以当我跌断翅膀的时候，你不负我，但陪我学忍痛。Come on， 一起来 ，Here we go， 我要去。和你手足到了梦想，像从来没有试过往受过伤，爱像心敢飞就有天空那样。我要在看到最远的地方，披第一道曙光在肩膀，被爬过太冷的雨滴和雪花，更坚持微笑要暖的。像太阳，有时候觉得我们很不一样，你能看见我看不到
的地方。有时候又觉得我们很像的外洋，起头不听命运的话。现场的朋友听不到，我要去和你手舞足蹈聊梦想，像从来没有试过往生活上，爱上情感飞着有天空那样。我要在看得最远的地方，你第一道曙光在肩膀，被爬过太冷的雨滴和雪花，更坚持微笑要暖的，更坚持微笑要暖的，像太阳。像太阳。Come on， 现场的你们尖叫声！谢谢。再次用热情的掌声欢迎我们的天赐逐梦官 Angela 张韶涵。哇，看看这个舞美，看看刚才的现场，真的谢谢有惊天赐的到我了声音，真的特别的好，包括高跷人啊，包括所有你看现场钟表的感觉。我还要特别谢谢中国美术学院刘晨博士的今年的一个毕业作品《遗忘之境》。大小孩，它是我最近发行的《与世之争》的专辑里面的一首主打歌。每一个人心中都会有那个小孩，只是我们随着时间的流逝，就好比现在我们的有时钟啊，有齿轮啊，其实是象征这件事情。同时，我们还是要在时间流逝的过程中保留一些纯粹，保留我们心中对于那个未来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期许。接着我们就听到好像有蒸汽的声音的编曲，然后进到了看得最远的地方。大家现在高考，然后毕业季，然后接着下来要面对人生的各种不同的一些道路的选择。我认为看得最远的地方是可以在这个时候给到大家一些鼓励，可以让大家感受到哦，我可以持续往那个地方前进，并且是有希望的，哪怕是在下雨里面，我也可能是就是在雨中跳舞的感觉。其实张老师这首歌有表达出一种毕业季的这种怀念在里面嘛。我们现在很多人在工作上，在生活中不得不去顾及很多周围的事情，所以我其实想送给现在毕业的那些同学们一句话，就是请记住你现在的生活，因为这是你现在人生当中非常宝贵的一段时光。Angela 最近啊，又有在音乐方面新的动作，跟我们分享一下。最近就是玩家的演唱会也已经跟大家见面了，接着下来会一路走下去，到年底跟大家继续的玩起来。所以希望如果想要来到演唱会跟我们玩的尽兴的朋友，可以来一起来。再次感谢 Angela 张韶涵，谢谢。让我们掌声有请本期的盲盒歌手登场。傍晚的太阳，红的像刚哭完一样，我的前半生流的浪，你看是真的够窝囊，没必要总走着偷着压着不释放，没必要把经过
爱的恨的都原谅，没必要的吵吵嚷嚷夸张，只为能手顶上不白荒唐。一辈子究竟多长才算长？要多久才能把所有忘光？我明恋，却不见，我浪费，我自愿。我明恋，却不见，我浪费，无所谓，喜悲我都无所谓。傍晚的太阳，红的像刚哭完一样。我的前半生流的浪，我流的浪，你看是真的够窝囊。没必要总走着偷着压着不释放，不释放。没必要把经过爱的恨的都原谅，没必要的吵吵嚷嚷夸张，只为能手顶上不白荒唐。一辈子究竟多长才算长？要多久才能把所有忘光？我明恋，却不见，我浪费，我自愿。我明恋，却不见，我浪费，无所谓，喜悲我都无所谓。发声的麦克风却都被扭，唯一能看懂我的话的人他还是溜，唯一能亮的手电筒如今他没法修了，唯一能离开过去的车票又被要丢了。我身处这烈日之下，但我煎熬的像在等着雷劈，只好细数这一路风雨和搞砸的态度为一。我看着泥潭中的人们还在比谁高谁低，越来越无聊的通书更没时间一一回忆。于是我学着欣赏平凡，尽管它不是巨著，生活的真人秀我知道，它绝对不是语录，大部分都是结果论，难过的没有叙述，大部分人盯着结果问结果却没有去处。无所谓，要怎么做才能做到无所谓？无所谓，冲了太多子弹，这是如果对，速度也无所谓，失败也无所谓，平淡也无所谓，我浪费也无所谓。我明恋，却不见，却不见，我浪费，我浪费，我自愿。我明恋，却不见，我浪费，我浪费，无所谓，喜悲我都无所谓。哇，我想说太燃了吧！我们来点欢呼声送给我们场上的五位。金曲，金曲，哇，金曲，好厉害啊，好好听哦。这个太强了。对啊，这么多个分布，然后还是这么干净。大家好，我是歌手曾一鸣，欢迎。大家好，我是小张，张伟，欢迎。Yo What's up， 这是派克特，来自西安 Nova Sound Ground World。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刘凤瑶，欢迎。大家好，我就是李琦，欢迎。哇，这首歌《窝囊废》应该是凤瑶你自己作词作曲。对的，对的。在有歌上面唱了一下，所以特别感谢填词的声音，能给一个这样的舞台，再把这首歌带到这么优秀的舞台上面，也特别感谢几位兄弟这次能够一起来跟我演绎这首歌。歌5个就有组合的名字吗？我们叫临时窝囊废组合。你这名字取得也够比较临时。有哪一句歌词又和你们经历自己想要跟我们去陈述？我第一次拿到那个歌词，看到有一句叫我的前半生流的浪，
你看是真的够窝囊。就是有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可能每一个人都有所谓的窝囊的某一个时刻，低谷期。这些年我光 OST 唱了有70多首，然后大部分可能也都没有费用。不给钱也唱，那是因为已经知道自己的事业和这个热度在走下坡路了。可是为了要那个热度，为了要那个给你曝光，所以就是哪怕有我的名字在，知道这首歌是我唱的也妥协了。哎，对，那心里会不会觉得有点窝囊？这是自洽了就好了嘛。尤其我现在我也当了爹了，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赚钱养孩子。如果我自己都不够洒脱的话，我女儿怎么洒脱呢？今天是一个这样的状态，就像人生一样，可能第2天就换另一个状态了。对，我觉得这不是一首一定是自嘲说自己是个窝囊废这样一首歌，而是我们如何带着那些爱过的、恨过的，然后继续前行，而不是像大道理上面说的是一定要忘掉它，再继续前行。有些东西它就忘不掉，忘不掉，你难道就不走了吗？对不对？哎，刚才你们这个给我们带来内心点燃的组合，听听光光作何点评？好的，我刚刚在大数据库一顿搜，这5位歌手都是过往战绩可查，现状毫无水花。刘凤瑶凭借《感官先生》《高贵与丑》在业内口碑出圈，核心盘在于幕后制作的统治力。一句话总结歌红人不红，但红人都唱他的歌。泰克特曾经是圈内公认的技术顶流，地下 OG 光环逐渐粉碎，歌曲传唱度走低。张伟在社交媒体高频上传流量较高的嗨歌、3天3夜等金曲视频片段，以怀旧流量为主。曾一鸣90%的曝光来自直播和短视频更新，10%的曝光来自综艺节目刷脸，始终反响平平。但是最近凭借硬刚 AI 的人设，一个月涨粉80万。李琦近年网络搜索指数较巅峰期下滑严重，趋近于0，相关搜索次数最多的标签为造型蘑菇头。尽管如此，刚刚的舞台，5位歌手整体表现优异，极大地丰富了听觉层次，配合默契度指数满分。这场演出不仅技术数据全面达标，更用实力证明了歌曲重塑的市场价值，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合作。哎，他后边这2句话说的还不错，要不当我寻思这玩意儿贵不贵，买一个回家我给他砸了。前面是不是说了有点心痛了？比元哥还狠，太狠了不？哎呀，我觉得刚才这个舞台向我们展示了一场什么叫标准的油腻式演唱。我们就这个音乐而言，凤瑶这首歌本身是一个非常有层次的歌，它的情绪是一种向前递进、越来越浓烈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今天这个演唱会让我觉得你们过早的把整个的歌推到了一个巨大的强声压的状态。那这首歌那种循序渐进的打人的东西，我觉得就从里面丧失掉了。其实我有时候会去想，为什么各位会出现在这儿？为什么我们今天谈的话题是你们的过去？然后这些事情可能你们没有机会会谈，但是我想问问为什么？比如说，我想问问曾一鸣，与 AI 的这种对战的过程中，你得到了什么东西？梁老师，我跟你说，我跟 AI 我也是没办法了，我也想天天在这个舞台上唱啊，对不对？我有机会吗？但是 AI 给我机会了，我跟 AI 唱，刚不是那个 AI 也说了，说什么来着？涨粉80万，涨粉80万。您知道我一个普通的歌手能涨粉80万是什么概念吗？这就叫暗爽。其实你说这话，我觉得一点攻击性都没有，因为刚好说到我的爽处了，特别好。首先，我不否认这件事儿啊，也可能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你做了这件事情，然后你获得了关注，然后今天有机会在这个舞台上。但是我们单纯的从音乐的角度来看，它是一种非常运动员式的、非常机能式的、毫无艺术性的竞赛。我会觉得这样的东西，它其实是在一种非常单一审美下的一种音乐道路的选择。今天我觉得在台上的几个人多多少少可能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元哥，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
如果我们几个站在台上，如果唱一首很温情的歌，我觉得这个意义就不大了。我觉得一定，我觉得可以唱这首歌。我觉得一定要，因为和声是我设计的啊。你可以说是炫技，但是这个是合理的，因为这几位站在一起就应该是一个这样的舞台。大家站在一起就应该喊吗？尤其是整个 B 段的演奏，你们觉得一个这么大响度的演奏，对于一段 rap 它插进来的时候是好还是坏？老派在这个歌曲的结构里面，他喊得过你们吗？他的声压能够足够大到在情绪上能超过你们的副歌吗？什么叫喊呢？高音就要喊呢，这么多人欢呼，为什么叫喊呢？不用问下面的观众，这种演唱方式让我看到的就是确实的大响度没动态，感情没递进。我就放在这儿了。我不同意，我不同意。你可以不同意，这是我的观点，好吧？我有我的观点啊，我觉得我不是喊，没关系，我们放在这儿了。是典型的最标准的男士中高音歌唱的发声位置，为什么到你这儿变成喊了，大哥？这样，我停。现在我们有一位专业的声乐老师来跟你聊这件事情。是这样的，我觉得今天呢，不管是说李琦还是一鸣还是张伟，今天在台上发出来的中高音的评断，都是每一个热爱唱歌人梦寐以求的高音，因为这个高音是充满金属质感的。但回到刚刚梁元老师说的话，有对比才能有金属的质感。从头到尾都是金属的时候，我反而听不到那个金属了。如果大家能听得进去的话，可以参考一下这些小小的意见。比如说，在第一段副歌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留白，不要把金属填得那么满。然后再到第二个副歌的时候，我们再递进。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建议。老师，我可以说了，我有麦。对，为什么到今天了，大家还是要把一首歌去拆分理解这件事情？我一直到今天都不明白，因为我从小到大我喜欢的很多音乐啊，它是不能被拆开去理解的。如果拆开理解，那我们去其他平台看卡段就好了。很长时间来，我都有一个窝囊的感觉，就是为什么我喜欢的音乐大家不喜欢，而大家喜欢的音乐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喜欢。我说的，我只是陈述了一个事实。你不要觉得你的看法是全部的正确，我们今天陈述一些观点。老师们，我觉得观点是为了梁老师，不好意思啊，是这样的，我可以稍微说两句吗？你说。OK， 就是说老师们的这首歌曲的演绎是从一开始就把这个能量放到了一个高度，然后导致后面的高度没有办法压过前面的高度，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对吧？是，可能我没有想那么多，我可能觉得这并不是一个考场，而这是一个抒发情绪的一个舞台而已。其实我不觉得他们在用同样的能量啊，我觉得曾老师还有张老师，对他们其实在后面还有更高的一个爆发，对吧？对，我觉得你们非常有魅力，但是呢，因为你们够优秀了，所以我们更厉害的老师会用不同的一个标准去评判你们。但其实在我看来，你们已经非常棒了，就像演戏一样。我们塑造的一个角色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但是呢，这个角色一定是让我自己满意的，而且一定会有满意他的人，我觉得就够了，真的是这样的。我终于知道了，真的活该是他顶流啊！梁老师，我真的要向你道歉，我真的是错了，因为这就是我的问题。我们再次把热情的掌声和欢呼声送给一直为自己呐喊、永远不屈、窝囊而不废，因为我们的人生还在路上的五位兄弟，谢谢你们的到来。各位稍作休息，谢谢你们。好了，各位，此刻回归到我们刚才的语境当中，因为有2首歌要角逐本期的最终推荐金曲，到底哪一组音乐合伙人会成功突围，拿到我们的推荐金曲呢？有请建音团现场合议，给出结果。经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我宣布本期金曲为杨宗纬、周笔畅《阴天》。让我们掌声恭喜杨宗纬、周笔畅《阴天》获得本期推荐金曲，有请2位来到舞台。
好棒好棒，很棒，真的很棒，真的太棒太棒太棒。此刻，让我们进入东阳光仙虫草金曲荣耀时刻。再一次恭喜杨宗纬、周笔畅、阴天获得本期推荐金曲，请接受来自东阳光仙虫草的3重荣耀加冕，有请。第一重日照金山礼盒致敬天赐之声，第2重金色唱片刻录永恒的天赐之声，以及这一枚内置了原声高光片段的先生荣耀 AI 勋章。正如我们东阳光冻干仙虫草锁住每一份鲜活营养，这一刻高光也将被我们永远珍藏。荣耀定格，掌声再起，祝福2位，也要谢谢2位给我们带来这么棒的音乐作品。让我们下周不见不散，拜拜！谢谢宗纬，谢谢 BB。上 Z 世界 APP 看天赐独家主拍，赢节目录制门票，成为 Z 世界会员，还有更多入场券、亲签照等你拿。欢迎登录视频合作平台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哔哩哔哩 Z 世界，观看更多精彩内容。登录音频合作平台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汽水音乐、网易云音乐，收听节目精彩音频。在这里，我们有2位新的朋友又加入了我们，让我们欢迎一下刘宇、小俊。谢谢。他不光唱得好，长得帅，能跳，那么全能，性格还那么好，这不就是你吗？哎，宗纬哥一开口跪，你知道吧？你们真的有一种那种就是该退出演艺圈的感觉。不行，我们需要你耶。